小米，这次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如何画出自然好看的渐层眼影。那如果你是眼影新手呢，完全没有经验的，或者是你手边有一些眼影不知道怎么做运用的话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那在开始眼影步骤之前呢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大方向要注意的重点。首先第一点呢是眼影盒的选择。那市面上的眼影盒呢，其实大概会分还蛮多种，可能像这种有单色眼影，或者是这种可能4到6色帮你搭配好的，也有这种可能10色以上选择比较多的。那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呢，我会建议你可以从这一种4到6色的眼影盒开始下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眼影盒通常会是帮你搭配好由浅到深的这种渐层色，你就比较不用烦恼就是选色的问题。等你比较有经验之后呢，你可以再选择这种多色自由搭配出你想要的这种眼影画法。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呢，是眼影有分成雾面跟珠光两种。雾面就是它比较没有光泽，那雾面的妆感会稍微轻一点点。那另外一种珠光呢，是它会有一点点亮片在上面，所以它妆感会稍微比较重一点点。那如果你眼皮本身是比较有一点浮肿的人，会比较不建议用珠光的眼影来做打底，因为会让你的眼皮更浮肿。再来第三个重点是，因为我们亚洲人是黄种人皮肤嘛，所以建议入门的眼影可以从大地色系开始下手。所谓的大地色系就是跟咖啡色相关，可能是浅棕色、古铜色这类型的颜色都称为大地色系。那这颜色是比较安全、比较不容易失败，也比较好画出自然的渐层感的眼影的感觉。再来第4点呢是上妆工具的部分。那一般上眼影呢，我们会使用指腹或是眼影棒或是眼影刷这3种工具。那指腹呢，一般是建议就是可以做大范围、大面积的打底，因为它的指腹的区块比较大。那再来第2个眼影棒的部分呢，通常会是搭配在一般的市售的眼影盒附赠的这一种。那因为海绵棒的附着力比较强，所以你画上的眼影它的显色度会比较明显一点。那海绵棒相对也是比较好操作的。第3种眼影刷呢，好处是它可以让你的眼影用少量多次方式去叠擦，所以是最能画出好看又精致的渐层眼影。但是因为相对的眼影刷的难度又稍微高一点点，所以我会建议你，如果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初学者呢，你可以先从眼影棒开始操作。那等你比较上手之后呢，再换成眼影刷来使用。第5个重点呢是渐层眼影通常会分成2种，一种是水平的渐层，一种是垂直的渐层。那水平的渐层呢，你可以看我这一眼，就是你会发现从眉骨开始，然后越往睫毛根部的地方越深，它是水平的这样子的渐层线。那这种眼影呢，我今天会使用海绵棒来上妆，因为我会觉得这一种眼影比较适合你完全没有经验的眼影新手来画，比较容易成功。那另外一种眼影呢，它是属于垂直的渐层，你会发现靠近眼头的地方比较浅，然后越靠近眼尾的地方越深。那这个需要做一些晕染的动作，会产生比较好看的这种渐层。所以这一只眼睛我会用眼影刷来上妆，适合给你已经有一点点眼影经验，或是你想要画出更好看这种渐层眼影的人。那今天就用这个从来没有在我影片中出现过的1028蒙布朗眼妆盒来为大家示范渐层眼影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种呢，我们先来画平行渐层的眼影。首先用指腹沾取接近肤色的奶油白雾面眼影做打底，范围在整个眼窝处，从睫毛根部到眉骨下方左右的区块，以少量多次的轻点。那这个步骤呢，可以修饰眼皮暗沉，以及帮助之后的眼影更加服帖。接着呢，使用双头眼影棒比较宽的那一侧，沾取香槟金色的珠光眼影，涂抹在上眼皮大约从睫毛根部到眼窝凹陷下方的区块，从睫毛根部慢慢的往上叠擦，帮眼皮打造出自然的光泽感。那如果有担心浮肿问题的话呢，你可以使用同色系的雾面眼影来取代。使用宽眼影棒的另一面，沾取类似可可色的中间色眼影，叠盖在双眼皮左右的范围。那如果你是内双或是单眼皮的人呢，大概是睫毛根部往上约3到5公厘的宽度，一样是从睫毛根部慢慢的往上重复叠擦，这样子颜色才会有干净自然的渐层感。再来使用比较细的眼影棒，沾取最深的咖啡色，沿着睫毛根部描绘。建议从眼中开始下笔，慢慢的往眼尾跟眼头延伸，这样子颜色会比较均匀。那我自己喜欢在眼尾的部分呢，稍微拉长一些些，再用另外一头干净的细眼影棒，在中间色与深咖啡色交界处做晕染，让2个颜色的边界不要太过明显，这样子的渐层感才会更加的自然漂亮。加上眼线跟睫毛膏之后呢，就完成平行渐层的眼影啦。
第二种，我们来画难度稍微高一些些的垂直渐层眼影。首先呢，我们用比较大面积的眼影刷沾取奶油白色来做打底，那范围一样是整个眼窝。因为刷具的抓粉力没有眼影棒那么强，所以记得务必要少量多次的把它涂抹均匀。接着我们来使用有点扁平状的眼影刷去沾取香槟金珠光色的眼影，从眼尾慢慢的往眼中涂抹，那范围大概是在睫毛根部到眼窝凹陷处的中间，下笔尽量从眼尾开始起步，这样子可以让越接近眼尾的眼影越显色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慢慢的往前延伸至眼头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想要让眼影更加明显的话呢，你可以根据以上的步骤去做重复的叠擦。使用比刚刚更小一号的眼影刷去沾取中间的可可棕色，同样是从眼尾开始下笔，慢慢的往眼中延伸。上眼影的下缘是沿着下眼皮的轮廓线往后延伸，大概8到10公里的长度为终点。接着上缘的部分呢，则是沿着眼窝凹陷处描绘。要怎么找眼窝的凹陷处呢？就是眼影刷轻轻的压下去之后，会陷进去那条圆弧线，这样子上下缘连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注音的7字形。掌握眼影的范围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下笔啦。同样的步骤你可以多重复几次，只要记得都是少量多次的从眼尾开始叠擦，让渐层的颜色可以更加的清楚明显。那如果你担心眼影的粉量太多的话呢，你可以在涂抹之前先在手背上把多余的粉轻轻的点掉。上缘下缘这样子完成一个7字形之后呢，再慢慢往前带，跟上一个香槟金色做融合。然后这个眼影呢，用眼影刷来画，非常的飞粉。想要画出好看的渐层眼影，务必要非常的有耐心。那如果你对于这个步骤比较不熟悉的人呢，你可以多练习几遍，这样就可以画出好看自然的渐层感咯。接着拿出干净的晕染刷，在棕色跟奶油白的打底色中间做晕染，让眼影的颜色界限比较模糊，这样眼神的线条看起来就会更加的柔和。最后呢，使用比较细的眼影刷去沾取最深的咖啡色，一样是从眼尾开始下笔，慢慢的往前画。那记得最深的位置都要集中在眼尾，下缘的轮廓线一样是从下眼皮的延伸线，不要超过刚刚可可色的区块。那上缘的部分呢，一样是沿着眼窝的凹陷处往前涂抹，让深咖啡色慢慢与上一个中间色做融合，眼尾就会形成一个更深一号的7字形。那如果你想要让眼神更加深邃的话呢，你就可以重复多叠擦几次，或是你可以稍微加大深咖啡色的范围，让你的颜色更明显。接着一样拿出干净的晕染刷，在眼影的边缘界线涂抹，让它变得比较模糊一些。最后也可以在眼中处轻轻的晕染，让你的渐层感更加的自然。下眼影的部分呢，因为范围比较小，所以我们记得使用比较细的眼影刷，先沾取可可色，从眼尾开始沿着下眼皮往眼中的方向，大约3到1/2的位置去描绘。那记得越往眼尾可以越宽一些些，跟上眼影做衔接。再来继续使用比较细的眼影刷去沾取更深的咖啡色，同样是沿着下眼皮的睫毛根部，从眼尾往眼中描绘。这时候呢，视觉上就会有一个自然的下眼线的效果。那一样是把眼影往后延伸，跟上眼影连接起来。接着我们再拿出晕染刷，把边缘界限模糊，这样就完成垂直渐层眼影啦。虽然步骤多了一些些，但是画起来的渐层感会更加的明显。那以上呢就是这次2种渐层眼影的画法教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开架眼影的部分呢，因为它的粉质相对于专柜可能没有那么的细致，所以你在使用眼影刷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飞粉的问题，所以记得务必要控制好用量。那你已经画好，真的不小心飞粉了怎么办呢？有2种解决方式。第一种是你可以先用棉花棒或是卫生纸稍微把飞粉的地方先清干净，然后再轻轻的盖上遮瑕或是底妆，记得要薄薄1层就好。那第二种呢，你是可以直接先画眼妆，然后再上底妆的方式，这样也可以让你的妆比较干净。那帮大家总结一下渐层眼影的2大重点，就是由浅至深，还有少量多次。由浅至深呢，就是你记得你一定要先从浅色开始画，再往深色画，然后这样慢慢一层一层叠擦，它会产生比较干净的渐层。那少量多次的重点是因为如
果你可能用海绵棒或是眼影刷一次沾取太多，它会很难控制它的用量，会有一种结块或者是颜色不均匀的问题。所以记得一定要有耐心的，就是慢慢的少量多次的去叠擦上去，产生比较好看的渐层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影片。那如果你下次有想看任何的主题或者是教学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可以点这边，然后帮我影片按个赞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